如果你现在的状态是白天靠咖啡续命，到了晚上身体明明累得要死，但脑子却像开了加速器一样停不下来。Huberman 把这种状态称为 wired but tired， 也就是身累脑不累的死循环。你以为这只是单纯的压力大？不，在2026年与英国知名播主 Chris Williamson 的最新3小时深度对谈中，斯坦福教授 Andrew Huberman 揭示了真相，这往往是你自己一手造成的生理时差。大家好，欢迎回到逆龄研究所。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这里，我们致力于追踪全球最前沿的健康长寿科学，帮你把晦涩难懂的硬核知识浓缩成能听懂、能实操的人话。如果你也想在2026年拥有更好的精力和大脑，别忘了点个订阅，我们一起升级。这期视频，我们不谈那些睡前泡脚的老生常谈，我要帮你把这期超长访谈中 Huberman 提到的所有关于睡眠的神经黑客技巧一次性讲透。从一个听起来很疯狂的眼球扫描法，到他压住将是未来5年最大健康风口的共振呼吸，再到为什么低碳饮食可能正在毁掉你的深度睡眠，这套行动法则能让你今晚就给大脑强制关机。首先，我们得解决那个让你晚上亢奋的元凶——错位的皮质醇。Huberman 反复强调，早晨醒来1小时内不看太阳，你就错过了启动身体倒计时器的机会。什么意思呢？你早上的这个皮质醇峰值，其实就像是按下了这一天的开机键。它不仅让你现在清醒，更重要的是，它设定了一个隐形的闹钟，告诉你的大脑在12到14个小时后开始释放褪黑素。所以，如果你早上没晒太阳，这个倒计时就没启动。结果就是，到了晚上该困的时候，你的身体根本不知道时间到了，你自然就睡不着。听起来很简单，对吧？但这只是基础知识。在这次和 Chris 的访谈中，他给出了2个很多人不知道的，甚至是非常反直觉的细节。第一点，关于晚上运动的代价。很多上班族喜欢下班后去健身房猛练，但 Huberman 指出，如果你在下午或晚上进行高强度运动，你的皮质醇基线会翻倍甚至翻3倍。结果是什么？不仅当晚难睡，更可怕的是，这会拉低你第2天早上的皮质醇峰值。也就是说，你周2晚上的深蹲，可能就是导致你周3早上赖床和脑雾的元凶。那怎么补救呢？如果你必须晚上练，练完必须洗个热水澡，做慢速呼吸，强制给身体降温降压。第2点，关于冷水澡的误区。网上很多博主说，睡前别洗冷水澡，因为会刺激皮质醇升高。Huberman 这次专门辟谣了，这个逻辑是错的，但结论是对的。什么意思呢？冷水澡其实并不会升高皮质醇，相反，它甚至会降低皮质醇。你可能会问，既然降压了，那不是正好助眠？千万别被骗了。虽然冷水澡把你的压力激素皮质醇降下去了，但它同时会让你的清醒激素，也就是肾上腺素和多巴胺瞬间飙升。所以，如果你在睡前冲冷水，你会进入一种非常诡异的状态，你的身体可能不觉得有压力了，但你的脑子会异常兴奋、警觉，根本不想关机。最后是2026核心行动法则，光线要低到地板上。Huberman 提到一项新研究，哪怕是极其微弱的顶灯，大概就是100勒克斯这种昏暗的亮度，也就是如果你不开大灯，只开一盏昏暗顶灯的这种亮度，如果整晚开着，甚至透过你闭着的眼皮，都会导致第2天早上的血糖水平异常升高。所以睡前2小时，把灯光调暗到几乎看不见的程度，而且光源一定要在视线水平以下，比如台灯或者地灯。接下来我们聊聊争议最大的部分，吃。第一，碳水是安眠药，不是毒药。如果你为了抗衰老正在做生酮或者极低碳饮食， Huberman 警告说，这可能是你失眠的根源。当你体内没有淀粉类碳水时，身体会误以为你在挨饿，于是分泌皮质醇来调动能量。Huberman 自己的做法是，他会在晚餐或者睡前吃一点米饭、燕麦或酸面包，这能抑制皮质醇，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淀粉类食物被称为舒缓食物 （comfort food）， 这是有生物学原理的。第二，酒精的残酷真相。很多人觉得睡前喝杯红酒有助于放松。Huberman 这次引用了斯坦福最新的荟萃分析，彻底粉碎了这个幻想。结论非常简单粗暴，零摄入优于任何摄入。酒精也许能让你晕过去，起到镇静作用，但它会严重破坏睡眠结构，把你的睡眠切成碎片。哪怕只是少量，也会让你半夜醒来，而且很难再睡着。
第三，斯坦福教授的睡眠鸡尾酒。除了大家熟知的镁 ，Huberman 这次特别强调，镁除了助眠，还有一个惊人的好处，保护听力。斯坦福的耳鼻喉科主任告诉他，镁可以保护耳蜗内的毛细胞，预防因噪音和衰老导致的听力下降。除了镁，比如苏糖酸镁或甘氨酸镁，他这次还列出了一个更完整的助眠清单，包括提取自洋甘菊的芹菜素，以及帮助大脑放松的茶氨酸。这一套组合拳比单纯的大剂量褪黑素要安全有效得多，因为褪黑素可能会干扰性激素轴。如果你做好了光线管理和饮食调整，还是觉得睡得不够深，可能问题出在你的呼吸通道上。Huberman 在这次访谈中花了很多时间讨论鼻呼吸。如果你睡觉打呼噜，或者醒来口干舌燥，那你的睡眠质量肯定大打折扣。这里有2个2026关键策略，一个是磁力通气。Huberman 推荐了一种新型的磁力鼻贴，这东西不像普通的贴纸，它有硬度，能物理性的把你的鼻腔撑开，极大的增加进氧量。很多顶级运动员现在都在用。另一个是舌头姿势。你可以现在就试一下，闭上嘴，把整个舌头贴在上颚。如果你的舌头没地方放，说明你的上颚可能太窄了，这会影响呼吸。保持这个舌头贴上颚的习惯，能帮助打开气道，让你在睡眠中获得更充足的氧气，大脑清洗得更干净。最后，我们来到这期视频的高潮。如果你躺在床上，万事俱备，大脑里的念头却还是像跑马灯一样停不下来。Huberman 给了我们3个神经学上的强制关机键。第一招，眼球扫描法。试着闭上眼，缓慢地左右转动眼球，然后转圈，甚至做个斗鸡眼，看向鼻梁。这听起来很玄乎，但这其实是神经科学。这种非快速眼动 non-REM 的眼球运动，会直接干扰你的小脑和前庭系统，让你失去所谓的身体位置感。入睡的前提就是你必须忘记自己的手脚摆在哪里。一旦大脑忘记了身体的姿势，那种漂浮感就会带你快速入睡。第二招，思维漫步 Mind Walk， 这是睡眠专家 Matt Walker 教给 Huberman 的。不要数羊 ，Huberman 建议你想象一段你非常熟悉的路径，比如从家走到公园。你要想象每一个细节，拿钥匙的声音、推门的触感、路边的树。这种视觉化的漫游能把大脑从逻辑思考模式强行切换到梦境模式。第三招，共振呼吸 Resonance Breathing， 这是 Huberman 压注将是未来5年最大健康风口的技术。这不仅仅是深呼吸，而是让你的呼吸频率与心率变异性 HRV 达到共振。通常是每分钟6次呼吸，也就是吸气5秒，呼气5秒。Huberman 甚至提到了一个还在保密阶段的产品，一个像发光石头一样的灯，握在手里引导呼吸。但其实你不需要设备，今晚就可以试试。这种呼吸法能最大程度激活迷走神经，让你从战斗模式瞬间切换到休息模式。2026年，别再以为睡眠只是简单的关机，它是你大脑唯一的洗澡时间，也是你唯一的重启机会。从今晚开始，哪怕只是把灯调暗一点，晚餐吃一口米饭，或者试着转动几下眼球，这些微小的改变叠加起来就是惊人的生命力。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里的干货对你有帮助，请不要吝啬你的点赞，这对我会是莫大的鼓励。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，这3个入睡神技哪个对你最有效。我是逆龄研究所，祝你今晚好梦，我们下期见。